做一下胸腔闭式引流，准备手术吧。小宝，不要吃他呀！大爷，你冷静点。救他！快拦一下！什么情况？拦一下！怎么了？不要吃！不要影响医生，有什么？那个急诊支援一下，来，不要影响。还我女儿啊！急诊请求支援。现在情况就是重度颅脑损伤，硬膜内外都有出血，双侧瞳孔已经放大了，然后中线位置有明显的偏移，环齿结构也已经看不见了。你看，情况很危急啊。您那边呢？全身多处骨折，主要是以胸骨、左腿骨折最为厉害。那先开颅吧。好，我先跟病人家属聊一下。女儿啊，一定要坚持住啊！大夫怎么样？哎呦！你女儿现在的情况很危急，我就长话短说了。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决定先开颅。治，不管怎么样，先救我女儿，大夫。就是肯定要救的，二位别急啊。现在的决定是先开颅，然后她的骨折和其他外伤，咱们等她的生命体征稳定之后再解决，有问题吗？没问题。小五，来，先把手术同意书签了，咱们早签完早手术。等等，医生，我女儿才30几岁，她还能活吗？你女儿被撞得太严重了，这个咱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尽力救的，好吧？太不求救了，我不能没有这个女儿，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他是一个疯的男人啊！现在都是什么风气？哎呀，他太缺德了呀！他呀，两口子打架，这男的居然能下死手，女的估计连命都保不住。啊，他俩结婚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男的是个工程师，女的是大学老师。哎呀，这都算高知了啊！妈呀，戾气太重！哎呀，你这力气也不小。不好意思，高知不等于心理健全，所以说咱们在生活里都得注意情绪控制，别急别躁，情绪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咱们医生，好好做手术，别带情绪。定罪的事儿交给法官。CT 显示刀是从前胸壁刺入心脏，已经刺破了心包和右心房。皮刀。血压掉了，老师。开始输血，准备开胸。马队老师帮看点血压，该输血输血。血压正常。洗完骨头之后马上先开。这个病人现在情况很危重，你集中注意力啊。放开之后，如果脑子膨出的严重，随时准备停止手术，紧急关颅。好的，老师。主播，2层用的脑膜玻璃纸。脑骨心态安全。这怎么肿得这么厉害？我头次见这么严重的。老师，这另外一侧咱还做吗？这万一到时候关不上，他连手术台都下不了。这也是最后的办法。脑膜镊子接刀，脑膜剪刀准备好。镊子，准备检验吗？不行，脑子膨出的厉害，人工补片，快！镊子。老师，他这情况恐怕连1个星期都撑不了了。他这个情况能监测到医院都已经很不错了，就怕他下了手术台，连 ICU 都出不了。老师，饭啦！哎，咱们附近新开了一个广东猪骨汤饭，超好吃，平时都得排队的。我今天是提前下了单。您不是没好利索吗？咱补一补。
你等会儿。哎，你在哪儿呢？吃了吗？吃的什么呀？办公室吃泡面呢。你别啊，你等我。那我直供借呗。住手！干嘛呀？吓我一跳！刚下手术吃这个能行吗？吃这个能恢复元气吗？来，吃这个。我学生专门给咱们买的。你说现在这男的都怎么了？情绪这么不稳定？你说爱就在一起，不爱就离婚呗，这是干嘛的？就得跟我似的，情绪稳定。天塌下来，饭也得吃啊。那男的最后怎么样了？老天把他收走了吗？老天想从我手上收人没那么容易啊，不能便宜他，我得给他救回来，让他直面法律的制裁。你是没看见张娟那惨状，术中那脑袋肿得跟那发面馒头似的，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还两说呢。那男的也是，捅自己一刀，没捅准，也不知道这两口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发生什么事儿，你也不能要人命啊，你也不能撞人家呀。不管怎么着，那不是还有警察呢吗？那肯定，警察可得好好查，多吓人呐！咱们呢就别乱说话了，咱们是医生啊，冷静。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不冷静、不专业、不客观呗？谁敢说刘大夫不专业啊？我可没说啊。你是他主刀，你看到了他的惨状，你也感受到他家人的痛苦，然后你这个人平时又特别有正义感，所以你现在心情低落，我是非常理解的。你理解什么呀？你理解那女的还是共情那男的呀？那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啊，他们俩闹这么大呀，肯定是有什么前情提要。什么前庭提要呢？你看这男的下手这么狠，你说不定这女的之前干过什么。干过什么呢？这女的可能把这男的妈气死了。我可听说这男方的父母都来了。哦，都来了。那我不知道，我就举个例子。你不知道你瞎理解，你不知道你瞎共情。这不你问吗？我问你就瞎说呀？你问我得答呀，这不尊重吗？尊重谁啊？你退一万步讲，就算这女的出轨了，就算她想离婚，她想分这男的家产，那她也不能要人命撞人家吧？那当然了，那你也不能不吃饭嘛。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吃什么吃？这话不投机半句的。那咱不说话，安安静静的吃饭。自己吃吧。你别，我吃不了，好不容易抢过来，没皮没脸的。妈，要不您先回去陪我爸吧。他这几天血压一直都很高，我妹这边我陪着就行啊。他那边差不多稳定，我回去会不放心。各项指标都不错，明天可以撤呼吸机了。冰箱抢救！什么情况？可能脑疝了，血压测不出来，心率降到30了。推一支肾上腺素。通知家属。张娟家属，病人现在病情很危重，医生正在抢救。
你们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书，您签一下字。我不签，他不能死，我不能让他死，我求求你们救救他，他不能死，我不能没有这个女儿，你让他活着，他是主人，我们也认了，我们养着他。出山 ，clear。哎，出山 ，clear。出山 ，clear。30分钟了，放弃吧。记录一下，死亡时间凌晨2点08分。杜淼在哪个病房？哎，你好，请问你是杜淼什么人啊？我是他哥。你是他哥？哎，秦医生，这个是那个杜淼的家属。哦，你好，杜淼在哪个病房？您是他的？他哥。哦，秦医生是吧？哦，对，我是他主治。那情况怎么样？他现在生命体征基本平稳，还在昏迷。没死是吧？哦，这个您放心，肯定是没有生命危险。要不我带您过去，他在那边病房。谢谢啊。请求支援！请求支援！你放开我！你们这群请求支援！请求支援！看着赶紧的！你放开我！让我他妈弄死你！你们救人不分黑白，我没死，他凭什么还活着呀？我没死了，他还活着。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先别动。他凭什么还活着？凭什么？叫警察吧。
老师，是不是很疼啊？你试试。这什么情况啊？老师为了保护患者，被受害人的家属拿刀给划伤了。嗨，没事。要么你来缝，我外面还有点事儿，麻药已经打完了啊。你没事啊？我得去那哪儿干那啥去。麻烦了。哎，小郭，哎，老秦他眼睛吗？啊！老刘刚进去，有点眼力劲儿。哦，患难见真情了哈，啊，那什么，除了老秦挨了一刀，别人没受伤吧？没有啊。啊，咱们医院这保安也真是的，一点用都没有。哎，前阵子不是刚刚扩招了吗？哪儿都是保安。嗨，其实，那我们俩就回去了啊。你啊，龚医生，你也注意安全啊。放心，没事儿。疼啊？嗯。刚不是打麻药了吗？麻药劲儿还没上来呢。等会儿我缝的时候，你别嘶嘶啦啦的啊，影响我。啊，我忍忍。是张娟家属砍的吧？好像是张娟她哥来找人算账呢，让我赶上了。马丁·路德·金说过，是暴力导致了暴力，暴力是有传染性的。你看过传染的？别动啊！刘子毅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你还跟我争？我不是跟你争，我是觉得咱们不能够太情绪化了，冲动是魔鬼。你看现在，张娟走了，杜淼肯定得重判吧？今天张娟他哥来这么一下，那肯定也得拘啊。两边老人怎么办啊？这人呐，和和气气的不好。行了，好了，看看行不行？不愧是神外一把刀啊！你看，极具美感。你这马屁拍的可真够生硬的。哎，我看看你那个。干嘛？瞧见没有？左青龙，右白虎，正好凑一对儿。真够贫的。都这样了，这么有缘分，咱俩就行，这就行了。是有点草率啊。那我再考虑考虑。先不行。妈，哎呀，你可算是到了！什么情况？潘越从舞台上摔倒了，特别麻烦的是还摔到头了。他爸妈本来说不告诉你，可后来又觉着不管怎么样，你是医生还是亲人，还是你放心啊，所以又把他接回来了。从法国接回来的。
广州，他在广州演出呢。哦，在广州啊，在广州拍片子没有？他爸妈快上飞机才给我打的电话，我什么都没来得及问，我怎么知道呀？马上飞机就要落地，咱们快点吧，快！你们在广州都做检查了吗？做了。现在是什么症状啊？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手脚经常不听使唤，右耳听不清。在广州呢，大夫给拍了片子了，初步断定是听神经瘤，需要马上做手术。在那边我们也不熟，然后又不放心，所以这不想着回来找你吗？好，爸先上车。对，总会有办法，别太着急啊。好。文斌啊，直接去你们医院啊，赶紧的。月月，别害怕，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啊。你这个是听神经瘤啊？哦，对了，广州红人医院的吴正爱教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怎么没有在那治疗呢？我前妻是江海人，回来比较踏实。哦，那个无主左耳。这样。听得清吗？听不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听力明显下降的？我是半年前吧，开始有头晕的症状，还会感觉到恶心。后来就觉得耳朵不太舒服。上周我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就耳鸣到听不清音乐，手脚就跟不上节奏。舞台表演，你是从事什么工作？芭蕾舞蹈演员。演员啊，那平时有没有脸麻的感觉呢？这个还好，就偶尔1、2次吧，就觉得这边开始发麻。有1、2次。你看啊，从你这个片子看的是右侧听力受损，不过呢也不用太担心，现在初步诊断的是一个良性的听神经瘤，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放任这个瘤子生长发育不管，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议如果咱们条件允许，还是尽快的手术把它摘除。明白，那就手术。手术。那大夫，术后会有后遗症吗？我听广州那边说会有很大面瘫的风险，是吗？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瘤子呢是紧挨着面神经，然后呢还压迫着你的小脑，所以呢你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耳鸣的症状。这个手术呢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放任不管，你后续听力受损只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呢还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所以我建议还是手术。虽然咱们在广州这儿呢已经做了相应的检查，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加强核磁，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之后呢我会和院里其他的专家会诊一下，再定一个最终的治疗方案谢谢了，殷主任。客气，我尽力那咱们先办住院。这个病刘子怡医生比较擅长，前不久呢刚做了1例，术后患者从听力、视力都保得很不错，面神经也都保住了。我让他也着重看一下。那你们就先办住院。好，谢谢不客气。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说
现在进行晨间交班。昨天入院患者6名，出院5名，手术13台，返回病人10名。1床病人陈琦术后转 ICU 观察，6床薛晨娟今日申请外出。12床病人潘越疑似听神经瘤，收治入院，已上午10点进行核磁，择期手术。哦，刘医生，关于潘越的病例呢，等我们大查房结束之后再会诊。好，继续。加1床中庭三叉神经减压术后回病房，遵医嘱冰敷24小时，已经苏醒。老常，你知道那个新外老秦吗？谁？就他那个前妻，在咱们科那个。啊，怎么了？我跟你讲啊，他真的是个大情种。就听说他前妻患病了，马上从法国把人给接回来了。那个敖哥啊，这都32例的人了，怎么那么八卦呢？你哥，你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这怎么就八卦了呀？这不是关心同事的感情生活吗？你没结婚你不知道，两口子过日子，时间久了一定是从夫妻过成亲人。你别说离了，那不也刚离吗？这感情就一定都在，这是人性，知道吧？陈哥啊，我记得法国的神经外科也很厉害啊。别听那些，只要是手术，它就有风险。什么法国的？哪国医生敢跟你说手术一定能万无一失，是吧？对。哎，你说，这一个中年妇女在那边语言又不通的啊，也没人陪着，那一定得回国了呀。前夫哥忙前忙后，东跑西颠的，俩人眉来眼去的，没准哪天就旧情复燃了。总工，你患者资料看完了吗？待会儿不会诊了。啊，这个，我正在这做记录呢，这。看我这样，你特开心吧？我不开心，我开心什么呀？以前我不喜欢你当医生，现在我来你这儿看病，可笑吧？你得亏来我们医院，我们医院技术好。你之前也没怎么过来过，你看看，我们医院是不是环境也挺好的？到时候我手术一旦没做好，就面瘫了，谁还愿意看我跳舞啊？更如你所愿了，你更得逞了。你老是误会我，我只是没有艺术细胞，我不懂舞蹈，但我很喜欢看你跳舞。你跳舞的时候可有魅力呢，我就算什么都不懂，我都能看出来。千万别，我害怕。别怕，肯定让你重返舞台。休息呢？哎，殷主任，哎，怎么样？啊，报告出来了。你们好，刘姐。刘大夫啊。这我妈。沈外殷主任。阿姨好。您好，您好。你好，你好。少不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应该的，应该的。这样啊，刘医生呢，前段时间刚完成几例同类型的手术，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会诊后我们建议由他来做这台手术。来，刘医生，您说说。患者目前确诊的是听神经瘤，可以考虑在电生理检测下经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但介于患者的瘤体比较大，又是一个舞蹈演员，对于保面神经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具体的手术方案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以及手术过程中特殊情况的面对。回头跟爸妈也商量一下。尹主任，还有刘大夫，这个手术问题不会太大吧？这个您放心，刘姐，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是，那这样你们先休息，家属和病人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也及时讨论。休息吧。尹主任，那我们这孩子就交给您了。放心吧。
啊，我刚让爸妈回家，你怎么还过来了？那你怎么不早说？你哪怕给我打个电话呀！我怕他们没饭吃，还做了一堆送过来。你出来一下。月月，你休息一会儿啊，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出来。作孽！你说现在该怎么办？什么呀？还什么呀？我问你，潘越的手术是不是刘子怡来做？看主任的意思啊，应该是。我的妈呀，这怎么能让刘子怡来做呢？钱医生好。哎呦，这边。你坐下来。哎，我问你，你现在跟刘子怡到底是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俩就正经相处，该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了。也就是说，她现在是你女朋友了，是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你荒唐！你怎么能让你现任女朋友给你前妻做手术呢？啊，你要相信我们院医生的专业性，一码归一码。刘子毅这方面的专家，刚做了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术后……哎呀，行了，你别说了，我听不懂。你就跟我说，这个手术是不是100%能够成功？手术这个东西是没有100%的。说的是啊，但是潘越这个病治好是应该的。但是万一这个手术有什么闪失，我说的是万一啊，万一有什么后遗症，哎，你让潘越的父母知道你跟刘子怡之间的关系，人家能放过你吗？你跟刘子怡还能好好的发展吗？到那个时候，你两边不是人，你怎么面对这2个女人？你跟这2个女人都有隔阂。你看着我，我就跟你说，这个手术换了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我说的对不对？哎呦，傻儿子，你还是太年轻了，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要反思，到底该怎么做最恰当，特别是……妈，你先回家吧。那个他爸妈快到了，没人开门。行，我不行，我没有说清楚，儿子，妈求你了，你想清楚，你别作了，要不然麻烦大了。哎呦，走了，真是要命啊！去吧，有数啊，有数。知道黄疸已经消退了，你可以放心。哦，好，谢谢。不客气。喝点带气儿的，心情好。我心情挺好的。对不起啊。啊？对什么不起啊？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我想着见面再跟你说。这一上午一直在忙检查，跑东跑西的，没腾出时间来。微信上怕说不清楚，有什么误会。能有什么误会啊？你知道的。就潘越这个情况，就算他是我的普通朋友，我也得全力以赴的帮忙啊，对吧？你担心你全力以赴的帮你前妻的忙，我会不高兴？不是，你怎么会不高兴呢？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你们怎么商量的呀？啊？治疗方案。还在商量呢。他这个瘤体已经很大了啊，耽误不了了。是得尽快。
主要是潘越怕手术之后会面瘫什么的，我还比较纠结。手术肯定是得做，我考虑着让尹主任来做，你说呢？怕我因为对你爱而不得，对你牵起下黑手。简直了，简直了！我的意思是，潘越是个舞蹈演员，这个病对他来说是致命性大刺。不管怎么说，这手术还是有难度的，啊，多少还是有留下后遗症的风险。尹主任做就没风险了？是，那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吧。你觉得什么呀？咱们医院好事不出门，八卦传千里。万一留下什么后遗症，加上咱们俩现在这个关系，难免被人说东说西、添油加醋的，不一定传出什么来，影响不好。你怕什么影响啊？不是，你到底是担心我的人品，还是担心我的技术啊？哪个医生做手术不得全力以赴？哪个医生做手术能给你保证一定没有风险？你跟潘越夫妻一场，没有情还有义呢吗？不是。退一万步，他就算是真有什么情况，你该安顿安顿，该照顾照顾，这是你的责任，不是吗？是。那我也不想影响咱们俩，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走到哪一步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吧，该选谁选谁，想怎么选怎么选，好吧？我尊重。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说呀。等潘越病好了之后吧，我给你来个全套的承认错误。现在咱们主打理解万岁。你可真够默契。刘医生、秦医生忙着呢。你不怕影响不好吗？你再不放手，明天咱俩就得上全医院的八卦热搜。哎，您好，你们的单子。谢谢啊，谢谢。您是做完手术也来复查的吗？我还没做呢。你们呢？哦，我爱人听神经瘤，手术已经做了，现在还在恢复。我今天带他来复查。喝点。来，慢。上午应该是排不到了，下午再过来吧。主要是检查一下听力。你先回去休息，下午妈陪你过来。爸妈马上过来了，你先吃点罐头垫一垫。你想吃什么，我去买。潘越，今天怎么样？哎，程医生。哎，潘越，吵架了？没有。药吃了吗？吃了。潘越，脸还麻吗？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解。哦，潘越，别担心啊，这不是秦医生也在吗？一定会好起来的。刘医生呢？他怎么不来？刘医生，你们俩不知道吗？啥呀？
不好意思啊，潘越今天情绪不太好。哦，我看出来了。已经换主治了。尹主任说的。那你一下给我问懵了，不是你跟老尹说的吗？老尹找我啊，说问我时间，说刘子怡最近的择期手术安排的特别满，而且你们呢有想换主治的诉求。我说没问题啊，咱俩同事，这是你家属，我说我肯定上心啊，我特意把时间给你们排出来的。行，谢谢啊，辛苦了。你好好回复。晚上有夜班吗？没有一起吃个饭呗？都谁呀？他们几个都问了，有时间都来。去哪儿啊？我把定位发你。你什么时候开发新地儿了？哦，高晨开的。高晨哪个高晨？就咱们上次去夜店那次，你记得吗？啊，那小胖小脏辫啊？不是，后来来医院那个老板。你去了次酒吧，你们俩还联系上了？嗯，后来在一起了。啥时候的事啊？就最近的事。他这几天新店开业，说请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个饭。不是顾诗怡，你是不是草率了点啊？草率吗？我觉得还好吧。主要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正常的。你挺了半天就挺了个正常，不是你们现在这择偶标准就剩了个正常了。你不觉得现在找一个正常的男人特别难吗？也是。哎呀，我就是觉得接触下来，我和他性格还挺合适的，而且他这个人心思特别细腻。我其实觉得看一个人的性格，从他对孩子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对孩子呢就特别有耐心。你等会儿，对谁孩子？他自己的孩子。不是大姐没事吧？你找了个有孩子的？怎么了？你对单亲爸爸有歧视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年头，你想找一个，又正常又适龄的，然后各方面都合适的，然后还得心动，这多难啊！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啊。哎，你悠着点吧。没事儿，我俩就是谈个恋爱，又不是谈婚论嫁，你别这么愁眉苦脸。行了，别说我了，说说你自己吧。你和那个痔疮之恋怎么样了？前妻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呗，干嘛？回来还要旧情复燃了？是。他前妻得了听神经瘤，虽说是良性的吧，尽快治疗也能控制住。但这个瘤挺大的，他前妻呢又是个舞蹈演员，他知道这个瘤可能会导致面瘫之后崩溃了，特别担心，就怕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登台了。等一下，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他的主治。是。那秦文斌现在什么态度啊？那有什么态度？该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呗。这个潘越既然选择回江海治疗，那肯定是这儿让他更有安全感，更放心呗。你说谁得了这个病都不好受，他们家里人估计也都慌了。那秦文斌这个时候可不得挺住吗？该照顾照顾，该干嘛干嘛，那不都应该的吗？换成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你可拉倒吧！要是关一凡这样了，我多少得给你开一瓶香槟。不至于，曾经一场，该帮忙的还是得帮忙的。哎呀，这秦医生也挺难做的哦。可是嘛。阿姨，您帮我另外打包5份，等会儿拿走。你一复购都出来帮办公室跑腿了，5份儿，哼，还没跟你说呢。潘越回来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现在在咱们院住院了。哟，是什么？听神经瘤。听神经瘤啊？在省外呢？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情况不太好。说说这，
不，这也太突然了，这是。你生病哪有不突然的？你别告诉我刘子毅是他主治。怎么说呢？啊？一共87块钱。连他的一块算了吧。秦哥，今天那边有你爱吃的牛肉，不去买点？不吃了。这咋了？前妻回来了。您先帮我打包着，我等会儿吃完过来拿。2个龙凤胎。哼，行，你也算儿女双全了。我觉得挺好的。刘大夫，吴大夫吃着呢啊。哎，咱坐着一起吃。啊，我看那个桌也还挺空的，我就不跟这儿裹乱了啊。是挺空的，是挺空的。那个主治怎么换程医生了？你问我啊？啊？今天尹主任专门把我和程医生找过去谈话，他下了指示。那尹主任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刘姐，你妈找的尹主任，说患者和家属商讨，一致希望换一个主治。这事儿我完全不知情啊。我妈可能就是考虑的比较多。明白。程医生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交给他处理，你也不用担心。反正该手术手术呗。行，我吃饱了，先走了啊。哎，干嘛？你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想多了。气氛不太融洽，啊，按说不应该。以我对刘大夫的了解，他不应该为这种事生气啊。对，这生病了也确实是没办法。我觉得这刘医生应该能理解吧？啊，对，老刘刚跟我说了，他特别理解和支持，所以你也别太在意。哎呀，这事儿有点复杂了。怎么个复杂？说出来听听，我帮你分析分析。哎妈！哎呀，怎么潘越换主治这事儿你不提前跟我商量呢？哎呦，夹击！我看是夹击。哎，你还怪我呀？你说这情况怎么办啊？这换人谁来做啊？这还不是得我做吗？我好心好意，而且人尹主任也愿意帮忙啊。那你也得提前跟我商量呀，你不能自己做决定啊。请进。刘医生，方便聊一下吗？方便。那坐下说吧。一个人来的？啊。喝点水。谢谢。刘医生，我来呢就是想问一下您，他们都说您是我这个病最权威的专家。现在我的主治医生突然做出了调整，是因为您觉得没有信心吗？还是我的病情有什么别的原因？程医生也是这方面很优秀的专家。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和程医生都可以替你解答的。明白。那我还想问一下，现在以我的情况，术后能回到舞台吗？这个手术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你不用太担心。
手术方面呢，程医生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如果手术成功的话，你回归舞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术之前你不要想太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刘医生，我来找您是想听句实话。以我的情况，术后能回到舞台正常的表演吗？这个术后一般不会对全身的肢体运动造成影响，你还是可以跳舞的。但是，您直说，我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就是保面神经的问题。保面神经对神经外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难题，没有任何一个神外的医生能给你保证每一台手术都能保住你的面神经。如果出现一些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肿瘤切除了，但没有全部切除干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面神经，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面瘫。也就是说，即使我的肢体动作不受影响，但是也无法确保我的表情不受影响，对吧？确实有这个可能。如果不做手术呢？能活多久？听神经瘤呢，一般程度上是不会危及生命的，但你一直拖着不做，这个肿瘤越长越大，到时候不仅你的听力保不住，也有可能会面部麻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如果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压迫其他正常的脑组织，就会导致其他功能障碍。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做手术的话，就会变得很被动。所以以你现在的情况，无论是哪个医生，我们都是会建议你要尽快做手术的好。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最大限度能撑多久？这个情况因人而异，有可能3年5年，也有可能3个月到5个月。谢谢。哎妈，怎么了？不知道怎么了，岳岳飞收拾东西要出院，根本拦不住。你快过来劝劝吧。哎，好。妈，快好好劝劝他。我去买点东西啊。唐月，我跟妈说好了，先办出院，其他冷静一下再说吧。你确实不冷静。手术不做了？你不是知道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吗？有一定的概率，但是能恢复。恢复？恢复多久啊？恢复到什么程度？你能跟我保证吗？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可我不敢赌。我为了跳舞，我跑那么远，我去法国，我不要家，我不要孩子，我每天不敢多吃1粒米，我付出这么多，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别激动，我明白你的感受。你不明白我的感受。术后别说跳舞了，我可能眼睛闭不上，喝口水洒一身，吃口饭弄一身油。你希望我以后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不是，你别自己瞎想，你要对医生有信心。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那样活着相当于死了。秦文斌，我想最后再拼一把，
活一天是一天，留下几个好作品，行吗？真要是等到以后废了、残了，大不了死了算了呗。怎么就要死要活的呢？就一个破听神经瘤，在我们医院都算不上大手术。摆平心态，啊，别老自己吓自己。你别说了，我找过刘医生了，他把最坏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月月，妈，别着急啊。秦文斌，外面有人找你，你出来一下吧。这个3床你记得3点的时候带他检查。知道了。这个6床的，你记得明天检查。哎呀，人家潘越他是病人，你别跟他犟，你得顺着他，是吧？他心里着急。就说了，不管怎么样，你是医生，你应该比我们这些病人家属更了解病人的心态吧？你看之前你那个小患者高兰心，你不就处理的挺好的吗？有条有理的。你干嘛到了月月这儿，你倒反而着急了呢？能不着急吗？我劝不动他。说心里话，月月是真可怜呐。你说她原来是多骄傲的公主啊，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现在落差也太大了。你理解了吧？我为什么不愿意上医院来找你？你看到的全是病人，都是病歪歪的，哎，那个心情就特别不好。特别是月月，你说她现在也出不了病房，只能躺在病床上，她心里烦，她睡不着啊，她就看手机。哎呦，那手机上那乱七八糟的，越看越害怕。行，别叨叨了，我也烦。你有办法？哎，他不就是想出院吗？那你就让他出。不是真出院，你就带他去我露营的海边去散散心，就算是出院了。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少糟心的事儿，你只要到那个宽阔的大海边，你狠狠地喊他2句，心里肯定会舒服很多。你看你之前那个小患者高兰心，哎呦多犟啊！我不就是这招吗？我带他去露营，结果怎么样？哎，手术是不是很配合？别想了，就这么着。你晚点再把月月送回医院，就算出院了。你真是可着一招使，海边办卡了。你能不能别贫啊？哎，那我问你了，你还有什么好招？我跟程医生打个招呼，不能跟你似的，随便拐病人出院。请进。哎，秦医生。哎，程医生。你在哪？什么事儿啊？那要不我回避？你不用回避，你办公室你回什么避啊？哦，我来了解一下潘越的情况。哎，来，片子出来了。现在是右侧内听道烧扩大，局部可见一个椭圆形的异常信号影，局部面听神经结构不清。目前来看呢，右侧听的神经良性肿瘤已经确诊了，好在咱们术前的检查没发现任何的手术禁忌症，所以呢，我们就打算本周在术中进行右侧耳后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术。
行，我跟他爸妈同步一下。对对对，这事儿呢得跟他爸妈说一声。嗯。哎，还有一事儿啊，多注意休息。肯定没休息好，精神都好。我没事，我还行。哎呀，谁家摊上这事儿都闹心。明白，你媳妇儿以前是学舞蹈的，真是太可惜了。但你放心啊，秦医生，你把你媳妇儿交到我手上，我一定把你媳妇儿的手术给你做好了，好吧？前妻，啊，我知道，不是离婚了吗？离婚不离家，离家了，没在我那住。兄弟，你这么有情有义，我一定把你媳妇儿这个手术给做好啊！还有什么事儿？倒是没什么事儿。你们科室这空调啊，确实比我那儿好点儿。哎呀，有点饿了。有个事儿，我带潘越出去一天，给你打个招呼啊！啊，你接着去吧，我跟护士长说。哎，谢谢。刘大夫，刘医生，刘大夫，干嘛？有话说有。正准备放呢。潘越下午不找你一趟吗？现在说不想治了，收拾东西准备走呢。啥意思啊？质问我？没质问，就是你们俩聊什么了？突然就……你是觉得我跟潘越没重处好病情，没安抚好你们家属的情绪呗？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你找程医生干嘛？就我是觉得潘越可能是在医院待时间长了，他情绪不好，我就准备带他到海边散散心啊。算呗，我没拦着你。理解哈。理解，好好安抚吧啊。哎，是不是生气了？哎，怎么啊？对。你可别生气啊！我没生气，真客气。今天感觉怎么样？月月今天精神状态好多了，前几天真是辛苦你啊，工作这么忙，还专门带月月出去散心。应该的。妈不喝了，不喝了。军斌，走。去哪儿啊？沈万医生中午午休都在办公室吧？应该是。陪我去一趟。去吧。请进。潘越，秦医生。程医生，是不是生气了？没生气。哦，你们是得聊点私事吧？那走吧，咱俩把办公室给让出来啊！我刚好你们聊要去查房了，我这要。程医生，我是要找您和刘大夫聊点事儿。你跟他聊就行，我什么都不知道。要不坐一说吧？对，坐，姐姐，坐吧，哥。程医生，刘医生，是这样的，之前呢，我确实是对我这个病情特别没有信心。是，我是想回到舞台上，但是想那么多也没用啊。那天我也和刘医生聊了聊，后边老秦也带我去海边散了散步，说了很多。他和我说问题不大，我相信他。我也觉得，与其相信不好的结果，不如好好相信医生，对吧？潘越，你要是能这么想，那就对了啊，是不是，刘医生？是，程医生，有件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说。因为刘医生更加熟悉我的病情，所以那天找刘医生聊了聊，
这几天呢，我也看了刘医生之前做过的几个成功病例。我想来想去呢，我这个手术还是想让刘医生做。哦，老秦，我就是怕我这换来换去的，人家医生不同意，才叫你过来的。说几句。那没事儿，两位都是专家，具体谁来做这手术还得他们定。刘医生，您看呢？我没问题呀，回头跟那个尹主任汇报一下就行了。谢谢啊，程医生，不好意思啊，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不，你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是患者，我是医生，是吧？你就管好好看病。做医生的一定要尊重患者的选择权，是不是？没事，我挺好的。回头我把那个病历呢和刘医生也交接一下，你放心啊。哎，谢谢啊，麻烦了。没事儿，你走，我给你找病历。我先走了。啊，好，慢走，不送了啊。哎，姑姑。啊，在忙呢吗？我这处理点家属的事儿，怎么了？那你忙完了也来关心关心你家属呗。我家属的事儿，谁啊？我呀。这不是体检都查出来了吗？早发现，早治疗，切了就好了。你找的是李主任吗？李主任。我就不该跟你说，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你就会这样。刘子怡，你可是到时候手术要给我签字的人，你还得陪我照顾我呢，你可不能在这儿丧着个脸。放心吧啊，我肯定给你签字。然后那个 CT 做了吗？没转移吧？啊，得等办了住院才能做。但是我掐指一算，肯定没事。高成，你告诉他了吗？没有，我俩才在一起没多久，他有俩孩子要照顾，跟他说了，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什么事儿啊？这不公平！没事儿的。
事儿的，没事的。哎呀，蒋玉，你别徘徊了，你坐着。都是医生，别丧眉耷拉眼的。这不是 CT 结果还不知道吗？只要是肿瘤没转移，都还好说。又不是治不了，干嘛呀？是，你们俩要是紧张，一会儿我和老钱先进去，就算是没有就算，没有就算，没有就算。请38号患者顾诗怡。行，我跟老王去，你俩等着吧。不行，我也得去。我也得了解。这4个白大褂太吓人了，吓什么人？我是家属，我得去。小顾叫号了啊！叫好。李主任，哎，你们4个怎么来了？小顾家属呢？是这样，李主任，那个小顾他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您跟我们说就行了。跟你们说也不是不行啊，但是能替他能决定能拍板啊，也是小顾委托我们来看这个 CT 结果的。好，就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也都会去综合他本人意见的啊。对对对。行吧。小顾啊，他目前的这个检查报告是这样的啊，你看，哎，小林啊，给大家拿下椅子啊，给4位医生坐。老李啊，你就快说吧啊，别磨叽。对对对。不是，哎呀，说话就说话，叹什么气啊？你说你们4个吧，把我这围着，这搞得这氛围问题。哎呀，您就别管这氛不氛围了，李主任您快说吧，急死了，哎呀。行吧，反正咱们都是同行啊，做事也不爱墨迹，那咱们就直奔主题啊。结合这个 CT 和胃镜活检的病理报告呢，我们是完全可以断定小顾这个胃部肿瘤肯定是恶性的。目前通过片子来看啊，那可见胃壁呢有很大的增厚，周围呢可见肿大的淋巴结，考虑是中晚期。局部的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呢也比较大，所以目前以上这些呢就是检查出来的总体情况。那这种情况要是切除的话，能切干净吗？能切，但是呢，直说，如果术后病理提示啊，淋巴结真的有转移的话，那么小顾5年的生存率不超过40%。先别这么压抑啊，李主任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对的。医院是干嘛的？就是想办法的，啊。是李主任，您就说吧，怎么治吧？是这样，目前呢，我们需要给小顾啊先做一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根据治疗的效果呢，我们再来决定他的具体手术时间。当然，这个患者的情绪管理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看以上这些情况有没有必要呀？我们跟他说就行了，我们来说。待会儿进去都乐呵点啊。放心吧，都是专业的。走。顾诗怡，哎呀，都来了，看看都谁来了，看剧呢。你这特需病房可够气派的啊，没少花钱呐。可不是嘛，我们老刘安排的，这排场够大吧？还行吧，富婆。仗义。这看的什么呀？哦，一个缉毒剧，还挺好看的。你少看点剧啊！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还行吗？挺好的呀。好就行。
点吓人啊！这心外、神外、普外、ICU 4大金刚围着我，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得了啥综合性的绝症，你们围着我会诊。那个蒋总，要不然请你出去一下啊，这 ICU 的在这儿怪吓人的。对，就你吓人。辞职了，不干。看人家这觉悟，来赐个座吧。咋都空手来呢？没带点啥？这不来看看缺点什么，下回一块带来。对。怎么样？报告看了吧？看了。啊。没什么问题。吃点药那个巩固一下，然后择期再选择这个手术的时间，啊，没什么问题。在他们科室就是一个常见病，有非常成熟的治疗方案，不要有压力。关键是心态啊，就得放轻松。对。排练好的吧？谁呀？排练啥呀？啊？哪有空排练？忙得要死，马拉松都没人去。对呀。跟患者本人说话要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跟家属要交根交底，这不都是实习期的话术吗？怎么往我身上用啊？我又不是没学过。说吧，是不是转移了？是不是要化疗啊？你别胡思乱想啊！就只是局部的小淋巴结有一些增大，什么转移不转移的？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你不信你去问那个李主任去。那就好。哎呀，我还以为转移到肝肺了呢。果然还是我命大呀，爸妈在天上保佑我呢，真好。你们没什么事就去忙吧，别在这儿看我了。那个李主任说了啊，不管怎么样，一定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家来给你做这台手术。我有一个同学，4院肿瘤科陈主任，刚从国外回来，回头让他看看片子。我有几个师兄是消化外的这个专家啊，到时候也让他们看看。我那个博士老师的那个夫人，她在这方面特别专业，我到时候也把片子给她，让她也看看。你看这人脉，瞎担心什么呢？真是。你们这都是啥意思啊？这一个个都让我往外院跑，这么不相信咱医院的技术呢？你说说这咱院长听了难不难受？而吕院听了心不心寒？你管他难不难受？吕院啊，这事儿找咱们吕院最合适啊！吕院是这方面的权威啊。哎呀，怎么把他给忘了？吕院现在时间可不好约，主要是他现在不太主刀了，培养学生。不用找吕院呀，这王哥给我做不就好了吗？不是，你王哥倒是想给你做，关键是我这主攻的手术这个位置吧，它比较靠下。啊，哎，我们以前啊就现场学习过吕院的手术，同等程度的，吕院这边啊，出血量更少啊，用时更短，既能完整的切除你的肿瘤，又能尽可能多的呢保留你的胃，这种临场的判断这个之精准啊，这不多见，反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术后的并发症少，哎，生存的概率远远大于业内的平均水平，这都是有数据支撑的。哎，你能给吕院请出伤啊？我必须尽力。没事儿，回头咱们一起去，是吧？哎，你都在呢。高晨，你怎么这么大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我去急诊找不见你，我都不知道你在这儿。哎呀，这不是看你工作忙嘛，我就想着过几天再跟你说。这包子鸡汤先给你盛一碗啊。那咱们要不就先吃饭去吧？对，那我们先走了啊。你们去，你们忙。蒋总，顾医生，回头再来看你。啊，忙去吧。来，趁热赶紧喝一碗。谢谢。
感觉怎么样？住进来以后，都挺好的。嗯，被子呢？厚吗？我要不要让他们再给你加一床？不用不用，我这被子很舒服。这个房间也很舒服，又大又透气，景色也好。其实你不用专门来看我一趟的，我知道你很忙，有那么多店要管，还有2个孩子要照顾。我就是自己过来看一眼，有点不放心。啊，你有任何我能帮得上的地方，你要告诉我。谢谢啊。那我再帮你削个苹果。嗯。等会儿你先进去铺垫一下，铺垫完了我们再进。行，要是有人的话，就等会儿再跟吕岩说。哎，你们找吕院呀？哎，小丽。哎，王大夫，他刚走。去哪儿了？出差了，去机场了。那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哎呦，这还真说不好，这次事儿特别多，估计挺久呢。肯定还在停车场。吓一跳啊！这个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确实比较复杂，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你比方说这个游离胃体、切除标本、消化道重建，还有就是清扫各组淋巴结，操作步骤、操作平面都比较多。这跑还挺快的。这吕院车停哪儿了呀？我平时都是那小电驴，跟他也不是一区域的呀。咱们找找呗。好，找找吧。那个，回来！你疯了，拿腿推呀！你回来！上车。这。好，请不要挂机，电话正在通话中 ，sorry， please hold on。这次过去了，主要是要和卢森堡专家们交流一下腹腔微创肿瘤切除技术。听说他正好要关门一下手术。好，请不要挂机 ，please hold on。我们这边也会带几个国内的一流专家过去。咱们也不是现在就把吕院薅到手术室去，直接追到机场还是有点太冒昧。怎么就冒昧了？咱不是想早点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吗？那他现在不接电话，咱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怎么办？是，没错啊，追都追了，你就赶紧吧。哎，主任，那个您有吕院长司机的电话号码没有？好吧。那个谁给？谁呀？郑美华。那你打呀。行吧。他也不接啊。他接过你电话吗？就你俩的功夫。是他小心眼儿。绝对没问题。也算是我们几家医院的第一次合作吧。好。我也是这个意思。等，在前面，在前面。上去了。那儿。大家辛苦了，那咱们明天见。喂。吕院，看您左边。溜车。您看您左边，我们找你有事儿。哎，你把这窗户给我摇下。我们找你有事儿啊！你停下车，我们在前面路口等你，前面。哎，吕院，
好像是咱们医院的医生。哦，那你到前面停一下。好的。哎呦，行，您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准备好了。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灯不是红的吧？对，应该是没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什么呀？黄灯亮了，等一等啊！这不是知道？哎，有急事儿没太注意。是，有急事儿也不行。下次注意啊！啊，哎，没下次了啊。吕远，这个知道您这个时间紧迫要赶飞机，但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实在是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好，什么事儿你说。啊，吕源，知道您啊日理万机，会呢又多，但是这么多年啊一直坚持着临床事业，我们就想啊，你进入正题，说正事儿。是啊，我们一线医生真的特别不容易。你看我们白天坐班哈，晚上加班，24小时待命，一有抢救马上就得回来加班啊。尤其他们干急诊的更不容易了，这连口饭都吃不上，就算吃上了，那也是冷菜剩饭。真的，他们这个干急诊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慢性胃炎啊。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不应该说这种话。怎么着？最近食堂的伙食是不是跟不上啊？不是，还是急诊科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你们这么急的来找我，就说这事儿？不，吕院跟食堂的伙食倒是没关系。顾诗怡得胃癌了。谁？顾诗怡。吕院不可能记得每个医生的名字。哎呀，就急诊的小顾诗怡，就是我们马拉松俱乐部的那个。那现在在哪儿治疗呢？在胃肠科的李主任那儿。在李主任那儿？嗯。哦，李主任那儿你们尽管放心。很好的，不是，我们这么着急找您，就还是说想请您能亲自给顾医生做这个手术。你们也知道啊，我最近呢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你比如今天我就要去卢森堡，接下来还要参加国际红十字协会的难民医疗救助会议，这些活动我哪个都推不掉啊。是院长，我们都知道您忙。但是您那医术哈，在咱们业界那是有口皆碑的，是不是？尤其是您半年前那个手术，那简直就封神了。封神了。对，您抽点时间做一个，这。吕源，咱们得赶紧走了，不然赶不上飞机了。好。这样，你们把小顾医生的片子，还有检查报告发给我，我给你们参谋参谋。再有，跟李主任保持密切沟通啊，他们团队很好，你们尽管放心，好吧？不是院长，你这还有，穿着白大褂，追车、闯灯，当街让交警批评。我们医院的声誉在哪儿呢？忙，就他忙，谁不忙？是，还院长呢，还领导呢，连自己团队的人都不管。确实是太仓促了，等吕院忙完了，咱们再问问他。那咱们等得了？顾诗怡能等吗？术前的化疗也挺重要的，先让李主任给看着，吕院那儿也别放弃，先回医院。喂，李主任。老李，你可别多想啊，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不相信你，不存在，不存在。哎呀，他比较了解我，我也不是那小气的人，毕竟啊，我也是从吕院的学生做过来的，对于他的医术，我一直很崇拜，对吧？小顾目前的情况呢，胃部的肿瘤呢和血管粘连的比较厉害，淋巴结呢情况还摸不太清楚。如果呀，你们真的给吕院请出山了，那是再好不过的。刚才吕院还给我打电话，咨询小顾的病情呢。那吕院答应做手术了吗？半年前啊就不再做手术了。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哎呀，每次问呢，他都说封刀了，给年轻人多创造些机会，听起来挺可惜的。
手术之前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先做化疗，根据复查效果呢再来确定，应该至少需要2个星期吧。阿爸，你这个朋友的姑姑的儿子，他要实在不舒服，你让他就近找个医院先看看。我老师这边号全挂没了，而且我老师最讨厌就是加塞儿，你知道吧？对，这1周的号全没了。你等下周再放号的时候，您定一个闹铃，好吧？啊，好，就这样。我全给你导了，全导。不是我说我不看了吗？你知道患者着急看病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医生是什么心情吗？知道患者家属是什么心情吗？当了这么久的医生，这点同理心都没有？之前您一直让我这样处理的，加塞儿你自己不会动脑子啊？以后只要是看病的，着急看病的都加到下班都行。行了，今天有个病人，他加，不是，是那个潘越，他这边今天剃头，您要不要亲自去嘱咐一下？你再吃点啊，一会儿8点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妈，我真吃不下了。吃不下就不吃了。啊。要不然喝点果汁吧，增加抵抗力，也不占地儿啊。文斌呢？他过来吗？说是一会儿就过来，人家工作也忙，为了你的事情跑前跑后的也挺不容易的。文斌这孩子啊，还真挺好的。月，放心，他不会放下你不管的。只是最近医院实在是太忙了，他忙完马上过来。我专门叮嘱他了，你明天手术，让他请假陪你。我再催他一下啊。哎，你干嘛呢？忙什么呢？快点过来，我们都等着你呢。哎，刘医生来了，刘大夫您好，怎么样？感觉还好吗？还行。哎呀，阿姨，别紧张。明天就要准备手术了，然后你晚上要好好休息。要是睡不着的话，跟值班医生说一声，开点助眠的药。哎，谢谢你啊，刘医生。没事。明天的手术就拜托你了。哎呀，放心啊，阿姨，我们一起努力。谢谢。那个左峰去准备准备，帮潘越剃一下头发。就手术区域就行啊，尽量保持美观。行，姐，我就给你剃一小块，就一点儿。刘医生，我能让我家里人给我剃吗？或者一会儿文斌过来，让他给我剃，行吗？哎，对，行吗？可以，没问题。行，那好好休息啊。啊，谢谢啊，谢谢医生。我先走了，阿姨。哎，好，谢谢。我出去一趟。哎，刘大夫，刘大夫，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行吗？哦，当然。那个，你先去吧，左峰。那行，阿姨，你们先聊。哎，咱们一起露营过，应该算是朋友了吧？当然。我的性格你也了解啊，孩子的事儿我其实不愿意多管的，只是潘越是我儿媳妇，是我前儿媳妇儿。她生了这么大的病，我跟她爸妈特别着急，没少忙前忙后的。当然。我也知道，你跟我儿子秦文斌之间的关系不错。我也知道，但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想多管。只是我想提醒你，潘越这个手术可是个大手术。我儿子秦文斌和潘越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多费费心。
刘姐，既然您呢把我当朋友，那我也当您是朋友，跟您说两句。好。我为什么学医呢？因为我妈妈就是患病走的。我最好的朋友也生病了，就住在这个医院里头，所以我特别理解你们家属的这个心情。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呢，我是潘越的主治大夫，那我的身份也只是他的主治大夫，我肯定会尽我的全力给他一个最好的预后效果的。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我跟您儿子秦文斌的关系您不要再提了。我知道这么说可能让您心里不太舒服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影响这次手术的。我也希望您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好吗？好的，好的。先忙了啊！您忙，您忙。哎，妈，怎么？还是那句老话，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看人准着呢。虽然潘越离开过你，但是要是他和潘越比起来，我还是喜欢潘越多一点。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刘子一太个子。人家说什么了？您放心，我和秦文斌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影响这次手术的，也希望你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我走了。这话说的也没毛病啊。走走走走，快快快！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干嘛呀？季头啊，明天要做个手术，你能不能省点心意？英哥，我准备了2瓶可乐，咱俩开了庆祝庆祝。我忘了跟他们说不要香菜，下次我再提醒他们。杨子，你真好。今天这饭花不少钱吧？我下回我带你下馆子去，请你吃好吃的。嗯，好。好，来，恭喜你拿证了，恭喜！可喜可乐，可喜可乐。吃吧。哎，小胡，你是不是也得找时间请秦医生、刘医生吃个饭？他们帮你的不少。嗯，我是得请他们吃个饭，你跟我一块儿。我不去，你们医生一起吃饭，我不去凑热闹。秦医生、刘医生人都特别好，就是帮过咱的人嘛，咱得一起啊。你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嗯。那我去算啥呀？英子，嗯，我这儿有个东西要给你，我给你写了封信。你看一下，我出去一趟。等会儿，我不看，有话自己说。啊，是。那我念给你听啊。嗯。
志，英子。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支持、鼓励、陪伴，还有爱。我考试那一天我特别紧张，但所幸有你的帮助，让我顺利的度过了考试。我希望咱们的……我没帮你啥呀？我帮你什么了？你不进考场前你亲了我一口吗？英子，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男的。英子，我希望我能，我想你能，咱们好了，别想了。坐着吃饭。啊。我去。你去啥？陪你一起去。咱们一般去人仰卧位使用呢，是这样，咱要把头，然后，哥，没事，我给你俩看着点。没有，没事，没事，哥，你真没事，哥，没事，方便吗？这是啥事儿没有？干啥呢？这是？我不考上护工了吗，哥？我寻思我给那个英子表演表演。啊，对对对，他表演呢。我寻思现在这处对象还角色扮演着。对，刚吃啊，这是。啊，对，刚那个。哥，你吃了吗？你那也不够吃啊。再点点啊！再点点。别，我再点点。别，这开玩笑呢，你说咋一点幽默感没有呢？那我出去吃，我走了，那个。你别我出去吃，我回去了啊。你看，我回去了，你们聊。你再待会儿，我送你，我送你。不用送。英子鞋穿反了，我送你送。哎呀，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了。不是，我送你到门口。不用。你没2步路。啊，你换回来，你踩着我，对，这是要踩着我。这样能换回来了。好。小虎。英子，这是。好，继续。我俩认识。回来了，哥。哎，
小虎是不是谈恋爱了？你也看见了？嘿，我说的嘛，这阵这么拼命，这根本就不是想考什么护工，这是要当护花使者。哎，终于是找着挣这点钱的理由了。哎，咋累这样呢，哥？一天到晚净处理这些破事儿。你说这些做白事的啊，把生意都做到医院里来了，多晦气啊！一天天的，不是急诊就是重症，那些人呢就在门口等着把活，就等着谁走了还有要走没走的，这也太嚣张了。就像天上的秃鹫似的，就等着吃地的生肉。我们清了一波，他来一波；清了一波，他又来一波，就盼着病人就不活。你说这帮人缺德不缺德呀？还给你气这样，那人家就是在那晃，那也不违法。你什么意思啊？不违法，但是他违规呀。以前我们清黄牛，现在还得清丧葬店找那些地推的，跟蝗虫似的。那他们图啥呀？我听说啊，要是在他们推荐的丧葬店把东西办齐了，能拿到很高的返点。啊！哎哥，那现在这帮人在哪儿呢？都被我们清了，要不然家属天天投诉，拿乱套了。那是。好了，不说，迷糊。哎。月月没事的，你不用害怕，就睡一觉，一觉醒了就好啊。对，我们都在门口等着，月月，肯定没问题的啊。放心吧。老秦。哎。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谁说的？美着呢。我要是能顺利出来，咱俩就好好的。你放心，手术肯定顺利，你出来之后一定是好好的。我说的是咱俩。车子推进来吧，家属在外面等待。月月，没事的，你放心啊。我跟你妈在门口啊，加油啊！在门口等着呢，月月没事的啊。你可真是，怎么不动手？今天这台手术难度非常大，刚好可以让你见识一下老师的技术。片子上看，肿瘤跟神经血管粘连都很紧，不知道能不能保住面神经啊？今天这个病人对老师来说比较特殊，强烈要求保住面神经。不只是保面神经，还要保证肿瘤全部切除。老师啊，您之前跟家属可不是这么说的。跟家属肯定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但是一上了手术台就得全力以赴，给患者一个好的预后。现在研磨内耳道，让肿瘤暴露彻底。怎么了，老师？肿瘤太大了，面神经被包裹住了，不好找。本来就不好找，还要求保住面神经，真是难上加难。别说话了，集中注意力。哎呦，我这右眼皮怎么一直都在跳？你爸手术的时候，我都没这么紧张过。这都多长时间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1个半小时，他这个手术做7、8个小时也正常。
正常吗？别着急，正常。情况怎么样啊？丁主任，啊，情况不太好，很难。面神经找到没有？还没找到，那电刺激的结果呢？也没刺激出来，还需要点时间。爸妈，哎呦，来，先垫一个。吃点东西。啊。哎呀，你也没吃吧？你吃吧。喝口水吧。点一刺激。收到，点一刺激，没有。左峰，你歇会儿，我做刘医生的助手。行，主任。点2刺激。收到，点2刺激，有大面。很久没有和你一块同台了，咱们一块找。好，换个位置啊，点1刺激。收到，点1刺激，没有。点2刺激。收到，点2刺激，没有。往下一点啊，点1刺激。收到，点1刺激，没有。点2刺激。收到，点2刺激，有大面。现在应该离面神经很近了。从导航上看，还有不到30%的肿瘤没有切除。咱们继续吧，主任。好。胜利在望啊！点1刺激。收到，点1刺激，没有。点2刺激。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大家，回头把今天的会议记录整理一下，晚点发到群里去。啊，散会。你记了吗？啊，没记。姜老师，我记了，给你。啊。你放心吧，顾大夫一定会好起来的。您看。怎么样，刘大夫？刘大夫，怎么这么长时间手术成功了？这过程很艰难，但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啊。这个瘤子已经全部切除干净了，潘越呢也送到 ICU 去观察了，现在就看后续的恢复情况了，问题不大。谢谢刘大夫，谢谢刘大夫。行，没事没事，应该的哈，应该的。辛苦了啊！